嗯嗯嗯嗯看到这些灯光亲切吗？又回到你熟悉的地方了，啊！哎哎哎！别过来，别过来！你别过来！撤吧你！你别过来！转过去，转过去，解绳子。对面就是朝圣剧团。那啥也看不见啊！想必你也知道我的用意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讨价还价的机会，说吧，想要多少钱？1根，2根。5根小黄鱼，怎么样？根儿。丁一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情报工作根本没有一点经验。我们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卷到这么危险的事情里边来。顾养山太异想天开了。我有个办法，我去找威廉董事。怎么样？这样，我再给你加1枚10根。之前让你负责对英情报工作，你做得很出色。威廉董事就要卸任了，可以说，你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我答应过你，这里的工作一结束，我就会送你去延安。这套密码既然这么重要，那我留下，策应丁一。这样，目前的突发情况，我要先向组织汇报，有点耐心，等我消息。我实在不放心军统做事，苏北军民和丁一都应该活下去。不，我10根也不干，钱给的越多，死的越快。我怕我有命挣没命花，我不干。怎么选这么个地方？看来他还是不太信任这个小地师啊。盘算着万一他识破被俘，也没有机会供出咱们的据点啊。谁说你一定会死？再说10根小黄鱼，是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天价。光是细节上严谨有什么用啊？就算蒋委员长来了，我也不干。哼，真是个异想天开的大公子。杨开，看样子他还没被你说服呢。老师，您怎么来了？就他呀，难堪大任吧？老师，上级吧。领导，领导，你可算来了，领导，你可得给我做主。你说他一个锄奸队的，您就让他好好锄奸不就完了吗？干啥要揪着我们小老百姓不放呢？这是干啥呢？不信你问他，我才救了他的命啊！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啊，老师，他可当，他现在直接给我绑了，刚才还要拿10根小黄鱼去逼着我送死，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吗？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从小到大就是胆儿小，就这么大点的小狗，它瞪我一眼，我都能吓得尿裤子，更别说日本人了。你说到时候我要是在日本人面前那露了馅，那可咋办呀？都不用什么辣椒水，也不用老虎灯，只需要2个嘴巴子，我就能把你们所有人全都给撂了。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个废物，我啥也干不了。我麻烦你们能不能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呀？我们家就我一根独苗，
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去给她养老呢。说完了。20根啊。老师，嗯，他是个演员，6个小时，您给我6个小时，我来说服他。还要6个小时？苏北战场分秒必争，你还想要多少条人命来给你填？给你16个小时，你都破不出来。既然破不出来的话，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如果从大街上找来一个小混混就能完成任务的话，那党国花大价钱来培养我们这一群情报专员，就纯属浪费。那现在呢？破出来了吗？有办法吗？好，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罗汉任你驱使，鞍前马后，绝无怨言。行，这是你说的，我记住了。曹站长，深呼吸，深呼吸。李约瑟的密码，即使是咱们恢复了大攻略的电台搜集情报，短时间内你有几成把握把它破译了？不足1成。如果破译不出来呢？苏北战场节节失利，你觉得上面会不会稳责下来啊？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有所不知，他们顾家呀，在沪江一带是望族，当年委员长都受过他们家的恩惠。你就让他去折腾去，到时候要是任务失败了，有他顶在咱们前面，委员长也不会把咱们上海站怎么着。你就是这样当站长？真是年轻啊！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在官场上做人比做事儿重要。是。顾先生，不好意思，今天这台演出到此结束了。哎，别整那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劝我也没用。你也甭给我来那个恩威并施的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吧？你别说6个小时了，6天、6个月、6年，也没戏。小爷我一直就是这副臭德行，哎，所以我觉得你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踏踏实实的给我送回去，观众们还等着我上台呢。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听说你是东北人，9·18事变之后来的上海。对呀，咋了？我娘9死1生，
才带我一块逃出来的。所以说，我要是在你这儿丢了性命，我得多对不起他老人家。9·18事变之后，你能从东北逃到上海，但是现在东北、华北已经沦陷，华中一带陷入苦战，上海已陷入泥潭，租界已经成为孤岛了。可能用不了几天，日本人就打进这租界来，到时候你往哪儿逃啊？哎，你打住！你别跟我聊这些。你真以为我们小老百姓大字不识几个就啥都不懂啊？9·18我们为啥跑？还不是因为东北军那些官员放弃抵抗了，拿我们老百姓去堵枪眼。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命大，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哎，现在不也一样吗？日本人来了，枪一响，蒋委员长呢？人去哪儿了？跑了，没影儿了，躲到重庆去了。咋的？还想让我们小老百姓去给他打枪眼啊？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官越大，跑得越快。你说的没错，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离国破家亡不远了。哼，你别给我扣帽子，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8000人的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攻下了有10数万守军的北京城。除了当局者不作为软弱无能之外，还因为有人给他们引了路，打开了城门。日本人现在入侵南京，杀我同胞30万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而你却还想当那个领头开城门的人。我咋领头了？我啥时候开门了？你别血口喷人啊！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你将刀刃对向了自己的同胞，你还说没有？我没有，我就是个老百姓，我是个演员而已，我就是他妈跑龙套的。我挣点钱怎么了？我想吃饱饭，我得活着，我有错吗？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但是苏北战场上的中国百姓，因为你替李约瑟教的密码而流血身亡，这样你也无动于衷吗？你清高，你厉害，你多厉害啊！像你们这种出身的人，衣食无忧，当然可以忧国忧民了。我们呢？我们可以吗？你如果像我们一样，天天地里刨食，泥巴里打滚，活都活不下去，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丁一，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口中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人。我的父亲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他是可以跟委员长坐在一起喝茶看戏的人。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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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啥都没听见，我不想被灭口。我想和你说的是，我们的确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顾家呢，有一句家训，我从小父亲就教给我，想知道是什么吗？精忠报国。是身先士卒。
所以丁义，无论以后碰到什么样的麻烦与危险，我顾阳山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先看看吧，回头再做决定。谁没家训啊？老子也要家训。36计，走为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继续着令人沉醉的夜晚。近日日军在苏北、皖北的攻势猛烈，三路大军即将包围白马湖，白马湖乡民正在动员武装反抗。白马湖，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重庆大轰炸，南沙大会战。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白马湖高起，白马湖高起，不能让日本人过去。顾阳山，顾阳山，我求你了，你开门，我要回白马湖，求你了，顾阳山，开门！
怎么了？广山，你告诉我，白马湖现在啥情况？现在怎么样？以现在的形势，白马湖撑不过72小时。对了，你爹不是啥司令吗？你赶快让他派兵去保护白马湖，去保护你啊！啊！算了，我就知道你靠不住，我自己回去救我娘。你别拦我！我也想救白马湖，我也想救你娘，但我有什么办法？日军现在就在白马湖，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作战计划，就算援军去了，也是白白送死。你一个人回去能怎么样呢？你一个人回去连进都进不去。那咋办？那我不能不还我娘！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换掉敌人的战训密码，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够扭转局面，你才能够救你娘。但是很遗憾，我们就只有3天时间，就3天。所以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少爷，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你最爱吃的阳春面。您亲手做的。爷爷，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但是走之前，把这碗面吃了，路上别饿着肚子。尝尝吧，顾叔做的阳春面和别人做的不一样。来。我李约瑟从来不吃这种东西。李约瑟善意，武田也是围棋高手。我代替李约瑟第一次去见武田之前，李约瑟曾经教了我快1个月的围棋，加上我之前常和人赌棋的底子，才堪堪和武田下个平手。180天元。123冲13段。1吃。13再扑。哎呀，你这是要倒吐血啊！其实吧，要真的是武田的话，在我刚刚开始布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来。燕山，你找了一个好帮手啊！行了，你们继续，我还有个会，先走了。你们聊着。老师慢走。哎，摩斯码，又称摩尔斯电码。打扰一下啊，就这些李约瑟之前都教给过我，要不咱直接上点难度呗？啊，好，那咱们直奔主题，讲讲传递的方式。组织上认为，破译李约瑟密码对抗战大局有利，所以同意你从旁策应，协助丁尼行动，保护他的安全。但是，切记不能暴露。明白。假如说我要将这条指令传给百里之外的部队，我们加密的方式依旧是用传统的密码本，那么加密员就要对照着密码本，将这一条指令中的每一个汉字加密成4个为一组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发报员会用摩斯码通过无线电将这条加密后的指令传递给百里之外的收报员，收报员会在纸上记录，
然后收报员会将记录的这8组加密后的数字交给译电员，译电员再对照密码本，将这串加密后的数字进行解密，翻译成汉字，最终把指令交到他们的指挥官手上。那照你这么说，直接把那密码本给偷过来不就？我也想把敌方的密码本给偷过来呀，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密码本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情报，所以不是说我们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但是加密方式是相同，所以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比对密文还有现有的情报，找出规律，进而破译。所以，只要搜集到供比照的样本足够多，就有希望进行破译。是啊，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密码本，除非对应消息的那组数字，它不固定。哎，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聪明得多呀。醒醒！我要让你永远破不住我这套密码。那我们就在地狱见面。在你们教会成为你此生的噩梦。哎呀妈呀！这啥时候醒的？吓死我了你！太好了，太好了，醒了就好。哎，你快起来！你告诉我解药在哪儿？我现在这手腕脚腕全都是麻的，我这毒都到2头了，你快把解药给我！这谁给我包扎的？哦，显小姐让他们给你包扎的。我们剧团就剩那么一只黄安了，都给你用了。你说我们对你多好，咱们这样一报还一报，你赶快把解药给我，没时间了啊！帮我谢谢他。不是你别扯淡了，你快把解药给我吧啊！我是骗你的，那不是针，那是袖扣，毒骗你。第一个，妹子，咋样？显小姐咋说？你可闯大祸了！哎，你干啥？显小姐绑你也敢接？就绑着，踏实。对。哎，姑娘，刚刚是你把我打晕的吧？第一个，你饿了吧？啊，大哥，要不你也吃一个？先不吃了，现在几点了？半夜了。你们这有电话吗？有啊，怎么了？麻烦你一下，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你帮我打过去，告诉接电话的人，天亮之前马上到海关办理一个英国护照的出入境记录，照片就用我的，名字查理固。电话有是有，就是在碧云姐的办公室里。对，我还得经过碧云姐同意。没错。姑娘，我告诉你，再晚你们家丁一哥就活不了了。他告诉日本人我是他的助理，而且刚刚回国，日本人到时候一定会去查验，再晚就来不及了。能招来煤机关的密电科长，丁一还真是出息了。今天的事情得尽快跟他们说。好的，天一亮我就走。至于跟丁一在一起的那个，玉姐，哎呀，小祖宗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进门敲门，进门敲门，你怎么总是记不住呢？对不起，老爹。碧云姐，
我想打个电话。这么晚？地下室，丁一跟那个朋友让打个电话，说要办个护照，日本人会去查验。他想打去哪？他没说，只说要是晚了就来不及了。长泽造船厂。我是想帮你的，不好意思啊，弄翻了。你干啥你？我饿一天了，我还不都是因为你？我算是发现了，你就是老天爷派来砸我饭碗的你。我乐是因为你演技好，你看你现在这样，和在日本人面前，完全是判若两人，演得真不错。这话我爱听，本来就是，我是专业演员啊。哎，那你对你自己的演技这么自信？那当然了，这么跟你说吧，整个上海大家都管我叫戈登路卓别林。啊，我丁一有3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随随便便给我请过一个人来，分分钟给你模仿的十有八九。哎呀，哎。那这样，我不砸你的饭碗，我给你一个饭碗，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啥意思？就是你继续模仿李约瑟，继续演他。我不，你都说了，李约瑟是汉奸，我不做汉奸。你看。你之前帮李约瑟给日本人上课，那的确是有汉奸的嫌疑。但是我不一样啊，我是锄奸队的，你帮我不就是在立功吗？那我也不演。日本人给你多少钱，我分文不取，在这基础上，我再给你翻1倍。那也不行。这么说吧，丁一，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真正的李约瑟已经死了，而假的李约瑟就在朝圣剧团，那你说日本人会怎么做呀？姓顾的，你算计我可以，你不能算计我们剧团。他是我们剧团的人，没人能强迫他。小姐。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找的人死在了你的地盘，那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啊？那我现在就把你扔进黄浦江，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小姐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善良。我不管你是谁，想在我的地盘上欺负我的人，也要先问问我同不同意。沈小姐，我一直以为我是咱们剧团的累赘，没想到您对我……哦，不行，沈小姐，这个人现在太危险了，我得留下来保护你。把你接私活的来龙去脉跟吴叔详细的交代清楚，还有接私活的收入通通上缴，然后我再考虑要不要放过你。出去。我现在就走，我马上就走。
冼小姐，谢谢你。以后我丁义这条命就是你的，你想咋使就咋使。小宗子，你知不知道，你给冼小姐带来多少麻烦？你，啊？就因为你，剧团20多条命差点全都死了。你真的以为那些日本人是商团呢？啊？他们是日本煤机关的特务。那个武田，他是煤机关密码科的科长，你知道吧？煤机关是啥？是日本人设立在上海的特务机构。你知道你为他们做事意味着什么吗？我没有，我也是被骗了。我本来就是以为去做个替身，给他们上数学课而已。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再加上最近剧团也没有啥我的角色，我就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去挣点零花钱。看来是我们剧团亏欠你了。没有。现在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剧团，他留下来也很危险。要不这样吧，你收拾行李，赶紧走吧。冼小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可千万别赶我走啊！整个上海滩，我除了您，我谁也不认识，我都不知道我从剧团走出去，我能去哪儿？要不这样，我现在就睡回我以前的地下室去，我保证每天足不出户，而且我……那倒不必。龙儿，哎。小姐，你找我？带他去火车站，送他去白马湖，去找他娘。哎，沈小姐，小姐你放心啊，这事我一定给你办好，我一定帮你把人送到里边的啊。走。小宗子，挺可怜的呀，他真是舍不得这个剧团呀。哎，碧云啊，这钱让龙儿交给丁一他娘。他不走，麻烦更大。另外，先生那边回信了吗？顾阳山到底是何方神圣？少爷，重庆的特派员已经到了。李约瑟一死，这事儿恐怕不好交代。李约瑟密码破不了，我怎么跟苏北战场上的军民交代？顾叔，大都会饭店424房间，我去收拾。你慢点啊。站长，哎呀，你来了，叫什么站长？代理站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从重庆来的特派专员。你看看，又咳嗽又淅沥鼻涕的，不该选在这儿。过敏了吧？你用点这个，这神清气爽。这里环境恶劣，撤离通道受阻。是谁把情报站选到这里的？是我。
哦，哎呀，选在这儿呢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粉尘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只需要一根火柴，就可以彻底的销毁这里的所有情报。是。戴局长让我来问问，煤机关那部机要电台，你们到现在截获了多少情报？罗专员，您有所不知，这套密码是李约瑟对日本人的投名状，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所以用传统的频率分析法和密钥穷举法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就算您今天把全世界所有的密码专家都请来，也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破译，就更别说重庆的密码专家了。所以，你们不是选择窃债，而是抗命，是吗？不是，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我们怎么能抗命呢？我们已经有个办法了。杨山，跟罗专员说一说咱们劝降李约瑟的情况。李约瑟就是那个日本的密码专家。李约瑟拒不合作，转移的时候死了。不是，死了？哎呀，杨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让你一个人逞英雄，不让你一个人逞英雄。你看看现在这……是我要逞英雄吗？我提前跟您报备了，您派人去了吗？我但凡要多点帮手的话，李约瑟也不会在今天。蒋委员长多次教导我们，亲爱京城，亲爱京城。你们就是这么亲爱京城，和中共记得吗？罗专员，您刚来到上海，所以你对你口中说到的“你们”，并没有足够了解。虽然暂时没有办法破译得了敌人的密码，但是我有办法让他们换一套密码，让日本人亲自的去换掉全世界最先进的密码系统。你疯了！短时间内我肯定不行，但有一个人应该可以。沈小姐，我知道错了，你别不要我！你放手吧，别喊了，你再拖，火车都赶不上了。你可听我！这是我娘给我的撸完锁，摔坏了你赔得起吗？你多大人了，还玩小孩的玩具，没多奶吗你？要你管？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让丁一去劝服武田，相信这套密码已经泄露了，并让他主动换掉密码。这就是我能想到最快的办法。可这个人他不是李约瑟，李约瑟已经死了。任何一个认识李约瑟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拆穿这个骗局。周专员，您不认识李约瑟。李约瑟是从小生在英国，长在英国，而且常年埋头于书宅中，所以在他回国之前，认识他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可据我了解，这个李约瑟回国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难道他就没有公开露过面吗？他还真的没有公开露过面过，因为他知道为日本人工作是会丢了性命的。所以在他回国的这几个月里，他根本没有公开露面过，就连酒店的清洁工要给他打扫的时候，他都不同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丁一才是真正的李约瑟。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罗专员，我能说一句话吗？我倒觉得呀，
这个计划未必不可一试。关键在于啊，丁一不是咱们的人。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对咱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啊。如果这个计划要是成功了，这就是咱们扭转局面的一步好棋。这可是咱们空手套白狼的好机会，一个好买卖，何乐而不为？右手，哪边这边？哎，对，上一点儿。这显碧云真这么厉害？他16岁出道，从丫鬟演起，演唱上海滩数得上号的角儿，却在这个时候他急流勇退，他息影后才组建这个朝圣剧团，至今还有人在猜呢，是为什么？那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势力啊？早年他电影背后所有的出资人我都查了一遍，背景不同，无规的可循，而这剧团则是靠营收付足，那更清白干净。咱们能不能进去搜一搜？少爷，这里是公共租界，显碧云跟工部局上下都熟，他每场演出都有不少洋人捧场。这也是武田不敢随便破坏他演出的原因。完美。行，硬的不行，咱们就来软的。她一个女人，20多口子人等着吃饭，没有把柄，总有难处吧。会长，保佑我们朝圣剧团演出场场爆满，场爆满，场爆满。简小姐，简小姐，简小姐，您回来了，来，这是咱们的加演海报。看，再讲面，好，走。我有办法了，帮我找点人。李约瑟的密码之所以极其难以破译，是因为他用了一套极其复杂的函数对信息进行加密。即使明文是相同的，但是加密后的密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仅凭监听到现有的密文信息，根本不足以破译它的密码设计规律。我们管这种模式叫做一次一密。哎，这我知道 ，one time pad。那这么说，得天天算。是啊，一次一密的运算量极大，所以他要培养大量的密码专业人才，输送到各个使用这套密码系统的部队当中。这也是你在帮李约瑟做的事情。しかし、ご安心ください。私はすでに彼が開発した暗号の関数を習得しています。それに鍵となる生産関数も掌握しています。彼がおらずともこの暗号システムを滞りなく運用できると保証いたします。那你让我干啥呀？下次去煤机关上课的时候，告诉武田，你要和他告别。告别？对，你告诉武田，你从英国人那听说你替他设计的密码已经泄露了，因而不想再为日本人工作，并且建议他把这套密码给换掉。完了，大哥，靠嘴聊啊？那日本人又不是傻子啊！我就叭叭几句，人家就给撤了。你放心，我们也不是傻子呀。我会安排行动，让日本人相信你。でも、もし彼が敵と通じているとしたら、我々の暗号が絶対安全だと言えるか。それは。しかしもし
彼が敵の工作員だったとしたら、なぜ我々に新しい暗号システムを提供するのでしょうか。これらの暗号は敵軍の操作からすぐに免れることができ、数兵の戦場は全てうまくいきます。ここ数日間の間で彼の身に一体何が起きたかっていうことを知りたい。ダード・ホイファンデンの彼の部屋を秘密裏に捜索するんだ。絶対に調べた形跡は残すな。それと人を派遣してウェレンゴン川の見張りに当たらせろ。しかしウェレンゴン川の中へは。確かに君たちじゃイギリス大表部の地盤に入り込んで捜査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はずだ。でもこの私が何とか手を尽くせば君たちを中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吧。李约瑟教你的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样丝毫不差的记住的？这很难吗？李约瑟教你的学习步骤是什么？哎呀，啥步骤也没有啊！每次他就是给我出道题，然后再把正确的解法告诉我，我背下来就完了。你全都背得下来？哎呀，我不跟你说过吗？我丁一识人善消，记性好。你啥记性？这些的话，都是下回你去煤气关上课的题。要有多久？连背带写的话，几个小时吧。啊？这背简单，那主要他妈写麻烦。好，那我们计时开始。全剧终。哎呦，哎，醒醒，下课了，下课了。怎么样，二位？这台大戏还满意吗？我终于知道李约瑟为什么找你了。看来我们是押对宝了。怎么样，罗专员？这回你该为他鞍前马后了吧？写东西以后别这么快干什么呀？这得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要不这不经琢磨，一看就背出来。哼！哎，知道啥叫天才吗？天才是不需要思考的。你还有少爷？哎，顾叔啊，超生剧团的冼小姐来了，在指明要见你。见我？